学生害了老师，老师快要摔下去了，发现凶手居然是我们班的一个学生。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，我们做了很多努力，他已经尽力了。就在他跌倒的那一瞬间，忽然回到了1年前的教室里，这里聚集了全校所有的有问题的学生，他们里面有人自杀了。他翻开学生手册，想起和学生们的过去点滴，但还是一头雾水。刚刚离开办公室外，发现自己的学生站在门口，见到他后，我说不出话来。他急忙追过去，问女生有没有要告诉他的事情，但女生只是点了点头就走了。回家看到老公，才想起上次活着的时候，我已经和老公离婚了。丈夫主动提出分手，她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事得先搁一搁，她得先搞清楚被害原因。第二天上课，她就告诉学生们，这是他们的毕业季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她肯定尽全力帮助他们。学生们立刻开端，提出各种难懂的问题，还有学生在闹事。放学后，几个学生一起聚了起来，说要注意班上那几个人，免得他们去告诉老师。果然有效果，学生马上就要来找他了。但是和他想的不一样，学生对调入差班感到不爽，要求老师给他调到别的班。还有家庭困难的学生向他借钱，是因为欠了高利贷还不起。回家后，他瞄了一眼存折，发现钱有点紧张，她问她丈夫还有没有，丈夫直接给了她，没问为什么，这让她更加糊涂了。他们关系明明很好，为什么上一世丈夫要和她离婚呢？然后她把钱放好了，学生的柜子里面的东西。晚上她和失恋的闺蜜一起去 KTV， 意外发现这里也有向我借钱的学生，正在包间和其他同学 AA。 她立刻冲了进去，问发生了什么。借钱的学生说他爸妈借高息贷款，和他没啥关系。头号学生说他安排了，没想到老师这么容易被骗，他叫我还钱给老师，请老师离开，别打扰他们后面的玩乐。没想到被学生给玩弄了，他都觉得没面子再去学校。不能给你太多内幕消息了，他在教室里买了很多摄像头。他记得一个叫森叶的学生突然就不来上课了，他来到森叶家串门，刚刚得知森叶已经走了。课后他找了森叶，把门反锁了。他是不是被同学欺负了？森叶否认被欺负，并要求老师别管他的事。他立刻搜查起森叶的书包，森叶赶紧抢了回来。明显有什么事情被隐藏了，一定有个可怕的东西吓着他。森叶刚出来就发现了一帮坏孩子在外面等着他。学生杀了老师，却突然又回到了1年前的时光。他想帮助学生调查谁是凶手，但学生却戏弄了他，只能在教室里装了个监控摄像头。没想到发现了个超级惊人的东西，他发现从来都不带书出去。他去问了那个学生情况，学生说只是忘带书了。放学后学生们没回家，大家都要坐在教室里开一次民主会议，主要是抱怨森叶同学。今天我去见了老师，森叶说他没告老师，但后来西野提出了异议。他看见森叶和9条老师悄悄地进了房间，听到了锁上的声音。森叶想说话，但是有人台上插话了，并要求全班同学示意举手投票，要没收森叶的教材吗？有些同学不太愿意，但是在这种强迫的气氛下，他们只能将森叶推下深渊。校草走到森叶面前，让他把书给我。他成绩不行，多一本或少一本都无所谓。突然有学生来汇报，班主任要来教室了，他们马上假装起来参与投票游戏。9条进来后询问他们，放学后都去哪儿玩了？一帮人胡说八道，睁大眼睛。9条开了笔记本，放了个录音，他们刚刚告发森叶了。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，走向森叶的9条停下来，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个录音机。他今天找森叶的时候，偷偷塞进森叶书包里的。他打开了森叶的柜子，里面的教科书内容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样子。他说他在教室里已经装了8个监控，这几天一直在观察，发现森叶上课时桌子上一直没课本，直到今天他听到学生在教室里投诉森叶的录音。他终于明白了发生了什么，校霸找老师这样做是要弄走他们吗？9条表示即使如此，他们也意识不到自己的错，玩弄他人作为娱乐手段，将欺凌视为游戏。他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，真的很讨厌森叶，要对他这么残忍吗？有些同学被群体影响了，担心自己也被欺负，所以选择和霸凌者一起欺负同学。他们的行为已经做得太过分了，一些学生开始找借口了。其他学校也出现过这种情况，老师为什么会这么评价他们？他年轻的时候难道没有犯过错吗？9条表示自己年轻的时候确实和同学吵过架，像他们这样无情的伤害同学的心灵，他从没做过。鼓励森叶勇敢对抗霸凌者，老师给他坚强的支持。他受够了校园霸凌，请安静，我要带着小伙伴们走了。突然发现门被锁住了，9条表示自己带着坚定的信念驱使我来这里，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松的走掉呢？今天大家都是来支持森叶的，他对森叶说道，即使快要没力气了，也要坚决还击，而且他们现在还有可以用来还击的武器
森叶终于受不了了，终于说出了原因和结果。事情的起源居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谣言。因为家境不好就不爱说话，有人说他追求男生，一开始他以为过几天就好了，造谣的人越来越猖狂，天天在他面前说他的坏话。母亲也发现了他的不舒服，他不想让家人担心，只能拼尽全力读好书。他们又破坏了自己的书，那是他唯一上大学的机会，看他们把书糟蹋了，还要强装笑容，他心如刀割，想找人帮忙，但不知道找谁说。九条摸摸他的头，告诉他现在有我在身边了，他未能实现的愿望让他们合力实现吧，当然还有其他同学在场，他发誓会改变他们，这个班级绝对不允许这样。又发生霸凌事件了，他警告那个霸凌学生，要是再敢这样就别想着好日子过了。他什么都能干。在回家的路上行走，森叶给他发消息，感激老师今天给他的勇气，他会变得勇敢，敢于站出来反对霸凌。突然看到时间，他想起来了，今天正是丈夫和他交谈的时候，提出离婚的那个晚上，女人担心回家，因为同一天的上一轮生活就是丈夫要离婚的那天晚上，她努力挽救这段婚姻，丈夫只是一直不停地道歉，不谈离婚的缘由，她不同意离婚，然后和闺蜜出去放松一下。闺蜜听到后也很震惊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她想该从哪里开始调查呢？突然有2个人戴着面具跑过来抢她的包，她使劲一拉，对方也被拉倒了。2人神经紧绷，九条马上认出这2个人是我们班的学生，他们是为了那个录音器而来的，会把那东西放包里，而且他还有复制。知道没戏之后，2人急忙离开了，这是让九条很紧张。他急忙回家了，找出放在衣柜后面的文件，根据2人的特点，我们可以归结为3年 DM。 立刻发现学生的身份。第2天九条在学校门口等着森叶，但是森叶坚持自己要进学校，毕竟有些事情得自己解决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同学们对他非常友好，对他打招呼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森叶紧张地走进教室，还是和刚才一样发现的，大家在互相打招呼和聊天。九条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通过监控发现了这个情况，一切都太安静，有点吓人。森叶应该高兴，但却毫不起伏，反过来把他吓坏了，让他继续观察九条，一旦发现异常，要立刻向他报告。其实学生们早就暗中结盟了，正打算对付他呢，与森叶装作和平相处，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校霸责备2个派遣的学生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抢到东西。派去的学生不开心，校霸这么厉害，为何不亲自去抢呢？校霸说，如果去了，可能会搞出些事，父母可是会难受的。取笑那个学生，家人不关心。回到家后，九条再次问丈夫为什么要和她离婚。丈夫说话结巴了，说不清楚为什么，感觉我生活就像是一部电影，一直重复不停的进行。回到家的孩子杨介把挣的钱给妈妈，母亲冷漠的接过钱，数完钱之后觉得这个数额不够，比上个月给的少了。杨介说他付了买书的钱，他妈妈说他这种人还打算上大学吗？多想想他的2个小弟了。之后每天森叶都会如此。给我讲一下九条报告班上的情况。今天他突然发现杨介照镜子看自己的脸，确认是否留下了眼泪的痕迹。他以前也经常这么做，担心同学们换了欺负对象，他去了杨介家做家访。杨介的妈妈好像很开心，希望老师能告诉我儿子不认真读书的事情。但九条表示杨介非常努力，有能力考上大学。后来九条又找到杨介了，今天我去他家串门了，问他家里条件不好，为什么还摆着一些豪华的化妆品，还有很贵的鞋子和包包。杨介看起来特别兴奋，多管闲事的人。九条说如果他真的有困难，他还是会帮他借钱。杨介说他家的问题不只是靠钱能解决的，他没办法自己解决问题，叫老师别再自说自话了。杨介来到他的工作地点，这里的老板对他照顾蛮好的。他遇到麻烦了吗？他直接向老板提前领取工资。男孩居住在贫困地区，靠做工赚钱养活全家，家里却放满了名牌化妆品，各种名牌鞋。老师要我帮他，他却非常生气，埋怨老师过于干涉，转身就去打工了，向老板提前拿工资。他3天后回到家，把预支的工资给妈妈，希望妈妈能把这钱给我。借了高利贷，他怕债务麻烦，就得转学离开。妈妈说这钱来的正合适，拿去买他最爱的化妆品。他非常生气，想要拿回那笔钱，可是他妈妈说他不懂得感激，是谁把他养大的？有人按门铃了，杨介的妈妈说现在有点不方便。九条自己开了门，说自己只是来串门的，我早就等在门口了，就差这一刻进来执行计划。妈妈给了杨介9条忠告，做好榜样很重要，当做父母要好好示范，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。杨介的妈妈说他没生过孩子，不要在那里自作聪明的教育他。9条找了杨介的朋友向板来，向板也领到了自己的工资，给杨介的妈妈，希望能和杨介一起毕业。
改数，希望我们能一同毕业。杨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板告诉我老师找过他，他舍不得丢掉杨介这个朋友。杨介责备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根本就不是好学生。板拉住他的衣服说，他应该早点承认，他会为自己的困难找帮助吗？杨介的妈妈最后同意了，用这笔钱还债，并确保杨介能顺利毕业。但杨介还是无法原谅，从他14岁开始，母亲一直在外打工，做了很多事情，所赚的钱不仅没让家庭环境得到改善，还没让弟弟们的生活变得更好。所有钱都被我妈妈挥霍光了，不够买高级的化妆品，为了吸引男人要去买漂亮的衣服，他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母亲向他道歉，杨介希望妈妈能改正错误，否则他会被永远宽恕。后来杨介冷静了一下，才意识到刚才他心里的，终于敢开口说了。虽然不知道妈妈会不会真的变好，但是9条老师在推动这一条件下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他非常感谢。森叶和好友风谷相聚了，希望我们能修复关系，但是风谷好像被人盯上了，根本没有俩人说话的机会。杨介和向板找到了森叶，向全班透露了他的排斥计划，对之前欺负你的事情我道歉，另外请他回家。森叶有点惊讶，但他很开心。杨介走进了他经常兼职的酒吧，发现9条老师也在这儿。老板告诉杨介，是9条老师让他推荐你来这里工作。向板感叹老师实在牛逼，他确实在兑现他的承诺。问老板为什么答应帮忙，老板说他也是9条的朋友。出乎意料吧，9条到家了，向丈夫表明了绝不分手的决心。丈夫初次听到这句话时表示他还得想一想。第2天去学校了，突然发现黑板上有东西，批评谴责9条李奈错误的言行。凶手即将现身吗？学生威胁要害老师，在黑板上很明显的写着。每个学生都聚在一起看，这事很快就传到了校长那儿。9条的班级出了点事情，他向所有教职员道了歉，大家都觉得这只是学生闹的玩笑，只有9个人知道这事情可不单纯是个恶作剧。森叶也很忧心这件事，担心9条老师遭伤害。他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，所以不担心。注意到森叶所带来的东西，森叶说那只是他自己画的画，他真的太厉害了，他以前从没意识到。森叶高兴地把这些插画都给了老师。校霸进教室了，把杨介和向板这2个背叛者请离开，问问全班同学，早上谁写了黑板上的字？有人怀疑他们是做了，为什么还去问其他同学呢？校霸说有人越权行事，他就这么冒失地自作主张了。但也让他明白了3件事情：干这事的人没有被监控拍到，很可能他有办法禁掉监控器。9条用那个录音和视频，实际上是想改变他们，不是非得到万不得已才会散播。有人比他更着急老师走人呢，他们可以搞个投票，怎样才能让学校换掉这9个老师？放学后学校门口挤满了人，阻止了梅村和日暮前进。2个人借口要赶快走。黑板上的字是他们2人写的。2人被带到办公室后，害怕地询问9条手势，他们的行径如何被察觉。9条说他们是班上唯一的工学研究会成员，没有其他人，除了他俩，没人能关掉监控器。老师会开除他们吗？9条说他们不会被踢出学校，也不会开除他们，他只想知道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。梅村说老师不靠谱，虽然校霸的事情他们也不喜欢，但现在搞得他们这些中立的学生很受到影响，也要选边站。他们研究会的地点变成了校霸们的聚会场所了，他们根本无法专心研究。9条表示他们要向学校反映情况，并且关注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随便写下那些字句。如果等待别人改变并承担责任，那么他们的研究成果将需要等待6个月。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亚军，但是过了4天，这些成果会被人给毁了，让他们自己琢磨9条。如果这事以后真的发生，他们现在还能无所事事吗？其实你们心里都明白，那些校霸最受不了其他同学优秀的样子，他们打算永远维持这种氛围吗？现在不做改变，将来一无所有。日暮说他们实在太少人，就算站出来又有什么用吗？而且他们如果被伤到的话，老师能承担这个责任吗？他们听够了这些教训。9条说只要他们真心改变就可以，他绝对是他们的坚强支持者，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第2天上班时，校长给他看了一封请愿信，全班同学要声明换掉他，一内容即日担当老师，发起人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就连家长们也有同样的观点。学校要开会讨论这个事情，所以请9条等在家等通知。然后他就走了。学生们看到9条走了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成功赶走老师了，欢乐地拍起了手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校霸说，还没完呢。森叶听不了，忍不住就追了出去。日落时，勇敢地和学校里的霸王对上了。我需要社团办公室的钥匙，最近有个超重要的研究要做。校霸让他赶紧滚开，再吵就让全班人欺负他。
让他成为下一个林业。放学后，木木终于不再忍耐住了。他们以前开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什么时候他们变成要顾及他人想法的人了？他们那帮人只知道玩自己的，为什么要插手别人的事呢？毕业了就好了。突然转过头，看见了9条老师，朝他们走去。在学校最可怕的就是同学欺负，但有2个学生却跪倒了。他们才不是喜欢被欺凌呢，是别人逼着他们。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抗欺凌者，因为他们的实验室被校霸这群人占据之后，他们的参赛机器研究进展几乎停滞了。9条再次找到了日木和梅村，自己的离开对他们没有帮助，对吧？梅村指责老师安装监控摄像头在教室里，不然就不会发生这事了。他们本可以专心研究，9条说他没考虑周全，但他向上级反映了情况，学校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但还得他们俩帮忙。梅村表示他们只希望顺利毕业，不想被卷入这些麻烦事。9条表示他们都是好人，好人会尊重他人，但未必能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他们应该尽情享受生活，不用管别人的表情。在他们碰到困难时，应该敢于坦白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而不要纠结不决，让自己变得胆小一点。一个被欺负的好人。傍晚时分，我问老师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好。9条说他们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，不要怨恨老师没在，他们遇到困难时，其他人却无动于衷，也不会后悔浪费了青春的时光。作为老师，他有责任和义务要尽。第二天，那个校霸再次来到了工会办公室，这里已经被人整理得很干净了。他发现日木和梅村，问这是咋回事啊？梅村说我老师是9条，已经把教室的摄像头都挪过来了，他们都会记录下他们所做的一切。校霸的朋友正要打他们，被校园霸凌者拦住了。他质问他们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他们接下来就会像森叶一样被人排挤。日木和梅村直接跪倒在地，希望校霸们能更彻底地排挤他们，不要和他们说话，也别理睬他们，也别插手他们的事情。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类型的人，大家被强行混在一起很难受，还不如各自自由自在。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复仇，我就是不想和他们有任何关系，一点也不想。但如果他们受到攻击，我会去找证据杀回来。而森叶这边为了9条老师做了很多努力，也亲自去找酒精他们。作为班级里最厉害的，酒精和风谷也不想牵扯进去。在这场争议中，我答应了校霸发起请愿活动，无奈而为之。他们也明白自己的困境，但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事。我解决问题，每天都盼望着他快点过去，每晚都害怕天亮。在这种沉闷的氛围里，他们还能学好吗？老师以前就被人孤立过，但老师有人帮忙，他很嫉妒老师有这样的朋友。他今天来这里，也希望能找到有共同爱好的人，不用在意是否被孤立，担心是否会被针对。只要大家团结一致，我们就能看到美好的前景。校霸又找到了酒精和风谷，让他们向学校申请退学，当然这是假的，扯淡。目的是让学校开除9位老师。酒精直接拒绝了对方，并告诉他们撤销了之前递交的请愿书。风谷跟父母说清楚后，他们就不会再帮忙搞这种事了。对方质疑我们俩为何要选择背叛呢？酒精表示不必负责任，去帮忙处理这个事情，他们连朋友都不算，为什么要听话？他们针对老师的行为告诉朋友不用迎合别人，而让我感到内疚。学霸回到教室了，才听说还有2个人背叛我了。下一节课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上课了。9条乖乖的上课，他们好像对老师身上的东西很感兴趣，一种无形的威势震慑着，都乖乖坐好，不再那么混乱了。觉得高中生活无聊的新奇被9条老师完全迷住了。他从没见过这妖牛的老师，要拍一部电影，主题是老师，记录这些充满色彩的青春回忆。但是9条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。回家的路，丈夫突然提起了离婚，2人都工作太忙，而沟通不足。最近她才知道碰上了一些麻烦，作为丈夫，她无法帮上任何忙，感到非常愧疚自责，决定再也不提离婚。9条突然说她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，这是她的新生活。老师回到了1年前，一定要找到害死我人的凶手。她向自己的丈夫透露了她的重生经历，丈夫一点也不吃惊，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。结果搞得她一点都不会了。丈夫早就知道她藏在衣柜里，为什么不去上学呢？放学的时候贴那些关于学生的纸条，原因是什么？不管她怎么说奇怪的话，丈夫都毫不介意，还替她考虑，给她出主意。9条整得我以为我疯了，老公也太淡定了吧，普通人不会觉得很吃惊并且自我怀疑吧？她觉得丈夫不可能重生，丈夫建议她辞职，这样就能避免危险。9条表示她舍不得那些学生，没有她的帮助，学生们自己走不出来，她的内心也无法平静。随着学生们加入9个阵营，也开始聚在一起保暖。那群校霸现在安分了一会儿，
不过这就像是风平浪静前的瞬间。此刻教室喇叭里，江波被九条找到了实验室。他不耐烦地问老师来找他有什么事？你昨晚有啥事儿？有人向他示爱了吗？希望江波能不答应对方的要求，因为他会拿刀攻击对方。不管老师怎么知道这件事，老师还管他的私事，这太过分了，老师都疯了。他把老师说的话录了下来，向学校报告证据。但其实九条说的几句话却让他特别在意，比如他没地方可去，而且他未来要遇到麻烦了，但周围没有人帮忙。九条回家后跟丈夫说了一句话，江波很有可能就是嫌疑犯，因为江波刺伤了男友。在警局没有通知家长，但是他被告知要去接人。当他在警察局看到江波时，他感到非常难过。他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安身。上次我担心越插手越使江波和家庭关系恶化，所以就选择了坐视不管。老公懂她，为了弥补过去的错误而努力改变，并且给出坦诚的警告。高中女生不会老是听话的。九条说没问题，她会更加考虑和担心自己的选择。江波回家后问妈妈桌子上的菜能吃吗？妈妈说她一般不都是出去吃吗？她瞬间转移注意力，专注于另一个女儿的学习进展。这里的差距也太大了吗？第二天校霸们问她当天怎么样了，她询问大家如果她有困难他们会帮她吗？其他同学都取笑她，谁会向朋友咨询这种事情呢？一问就知道他们的友谊可能有问题了吧。森叶和新朋友下课后去了书店，结果野崎也非要一起来，还买了一堆关于拍电影的书，看起来老师要拍电影了，他真的很认真。在路上遇到了七原和修吾，然后大家一起去了老地方吃饭，碰巧碰到了来这的九条老师。九条来找修吾，因为昨天我向江波告白了，他请求我别和江波在一起。我很难理解九条要求。突然修吾收到一条消息，江波要见我了。趁没人注意的时候，野崎按下手中设备的开关。老师能预测未来，凭着这个本事，他救了一个又一个学生。但这个时候需要救的学生让他困扰了，因为这次学生想要谈恋爱，他找到了班上的小伙伴。他说2个月后会对好友修吾发动攻击。七原觉得老师疯了，自己不可能接受。帮助过他的学长动手的。今晚江波和修吾在一起，会正式成为男女朋友。江波渐渐对修吾依赖起来，我会充分利用这份感情，让江波给他挣钱。其实七原也喜欢江波，知道江波被人利用了，生气后去打架。七原觉得这只是老师的猜测，只是虚构的故事。当然接下来就是九条继续洗脑，成功晃了七原一下，但他们都没发觉墙角有个摄像头一直拍他们。几天后江波发现突然没人和自己说话了，他主动和同学聊天，结果被同学顶撞，告诉他不要躲避独处，故意找人聊天。此时九条走了进来，让江波下课来实验室试试。但放学后江波不打算去那里，被森叶发现，提醒他去别的方向找实验室。江波觉得森叶爱管闲事，你自己决定去不去。当然他最后还是去了，也许还想了解老师具体要做什么。九条放了一段录音，他就是江波新交的男朋友，正向朋友炫耀呢，怎么迷住江波，然后他利用这个赚钱。江波表示他早就知道，但又能怎么办呢？他别无选择，男友成了他最后的避风港。老师没办法改变任何事情，最后还是要自己处理。他突然冲出了实验室，看到校园里有很多情侣手牵手走在一起，他现在连这个都指望不上了吗？此时七原给我打电话，挂断了又继续打过来，他直接关机了，去常去的咖啡店。店员告诉他有个男孩给他留了个便条，他打开看，果然是留给他的，让他到附近的公园碰头。来到公园后，七原已经在这里等候。七原说以前老师告诉他江波被人诱骗赚钱了，一开始他不相信，但后来听到那段录音他才信了。江波好像与这件事无关，七原早就开始关注他了，希望他找到自己的幸福。本来以为修吾会是个好选择，但没想到修吾有其他打算。他察觉到江波一直有意愿寻找一个可靠的伙伴，不知道我这个地方行不行，能不能成为他的安全港。江波很感谢七原喜欢他，但是他要和男友分手，今天不想接受别人的表白。虽然自己难过，但看到江波开心，心里也好过。知道江波已经放下了那个人，从今天开始他会一直守护江波，直到他找到真正的快乐。办公室规则9个注意事项收到七原发来的消息了，他成功的完成了任务，安全的将江波带回。我找到校园霸王了。他的计划没成功，江波不上当，学校要放暑假了，9月才开学，这2个月里9条能救其他学生吗？野崎找到了森叶和其他人，他上次把摄像机放在居酒屋里，结果拍到了超级惊人的东西，里面9条老师居然有先知般的预知能力。老师难道是穿越过来的吗？人会看外貌评判别人吗？很遗憾，答案是确定的，人总是会不自觉的。大鱼，很遗憾，
答案是确定的，人总是会不自觉的讨厌并且不喜欢与自己不同的人联系。第2学期就快开学了，9条告诉学生们月底时的事情。学校要办个文化节，而活动负责人也已经有想法了，就是个毫不在乎的瑞奈。班里的人都很惊讶，包括瑞奈自己。瑞奈不同意后就离开了教室。老师一走，大家就开始热烈的讨论起来，大家踊跃提出意见建议。森叶也想参加这个团体活动，当然也有很多同学响应了，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好了。可是瑞奈表示他自己，我可不愿意背负这么大的责任。走出教室时，立即发现了9条老师在旁边偷听教室里发生的事。瑞奈问老师要干啥子事，9条向瑞奈交代，文化季就在28天后，有个事情惹麻烦，要取消了，他需要瑞奈来帮忙。学校很快就找到了他。媒体最近爆出了瑞奈母校的消息，而瑞奈是个刚红的歌手，学校担心文化季那天如果瑞奈参加，可能会搞乱文化季，所以要求9条，这次的文化季瑞奈就算了吧。而在过去的校园里也有相似的要求，那次他答应了，但是这次他不会同意了，决绝地拒绝了学校的不合理要求，并表示文化季会准时进行，瑞奈也将参与活动，并让所有在场的老师都可以看见他。他们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瑞奈也发现了自己被曝光的事情，于是找到了9条老师。我其实一开始就没想参加文化季，让他再好好想想。9条，这是高中最后一个文化节了，毕竟也许可以留下些美好记忆。在出发之前，他有一种感觉，老师的建议可以试试看。之后全班也在准备文化节，做着各种准备，瑞奈终于肩负起负责任的任务，全神贯注地筹备文化节。校霸看着这帮人很不爽，于是给人打电话，提前来捣乱这次文化季。晚上学校空无一人，一群人偷偷溜进了学校，文化节的准备物品彻底毁了。第2天，大家都开始纷纷议论，这次的文化节感觉可能要放弃了。瑞奈也觉得自己有责任，于是独自跑到一边。9条找到他了，他说他浪费了我们的时间，害怕被责备，他最终选择放弃参加文化季。9条告诉他，如果一次失败就不要放弃，今天射出的子弹将来可能会击中射出者自己，未来还会有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他每次都得放弃吗？不要让青春留下遗憾，那些闲人只是等着看笑话，让一些人满足。9条带着瑞奈回到了教室，同学们都在责怪瑞奈，要是没有他的话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，也许举办文化季的话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。但是森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，觉得这与瑞奈没有关联。校霸嘲笑森叶半年前校霸还取笑了森叶，只会躲在角落痛哭。现在我终于学会了说教了。风谷全力支持森叶，觉得校园霸凌的人群，如果你不喜欢听这些，你可以走出教室。酒精也同意这个观点，那些校霸真没礼貌，拿起书包就出教室了。俗话有云，困难是给那些懒得行动的人提供的，努力的人永远不会后悔。瑞奈起身向同学道歉，但生田拒绝接受他的道歉，毁了他最重要的学校活动。平时就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穿着也太奇怪了，跟他们不合拍。9条说，瑞奈和他们一样，就是普通的高中生嘛，如何凭借外貌判断一个人的品质，并且毫不犹豫地攻击那些与自己不同的同学？如果全班都是像瑞奈这样的学生，那生田是不是就变成了奇怪的人？遭到攻击了，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和我们不一样，指责那个跟其他人不同的人，这样合理吗？思考一下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爱好，性格各异，但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也会感到伤心难过，会特别高兴兴奋。在他看来，这里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。他逼着瑞奈坦白心底所想，看着全班盯着自己的眼神，瑞奈表示他一定会成为世界顶级歌手，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。生田说，那差怎样，文化季还没法办。9条说，这事明显是有人想破坏他们搞文化季的计划，但是文化季会继续进行。有些人说东西都没了，咋办呢？森叶站起来说，他们只剩1周时间，只要他们努力就能无悔青春。有个同学提了个建议，只要把被撕破的东西粘在一起就行了，然后再改他们的主题，也许可以让糟糕的东西变得很棒。大家好像看到了希望，纷纷给出修改建议。接着讨论变得热闹起来，每个人都参与进来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文化季按时进行，学校也很重视这个问题，加强了安全措施。生田跳完舞后，请瑞奈也来台上给全校学生唱一首歌，大鱼唱首歌给全校同学听，但还需要一位钢琴师来伴奏。9条找朋友来帮忙。瑞奈上台后表达了自己的感慨，别人都觉得他是个奇怪的人，但他还是会坚持做奇怪的事。为什么非得按别人的意愿来过自己的生活呢？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吧。今天这首歌送给那些不喜欢他的人，其实唱啥都无所谓了，他们每个人迈过了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。我想无论是生田还是瑞奈都可以，
还有其他同学在这个班里，今天将是他们此生中重要的一天，最美好的回忆，他们最重要的财富就是这个了。活动办得超级棒，9条老师又办到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在监控录像中，9条看到修吾和一帮人在一起，在教室里做的好事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他困惑不解，动机是什么东西呢？好像有个挺重要的事情，他竟然忘了。他回忆起森叶曾经说过的话，难道森叶和他一样吗？你也是转生回来的吗？他还记得初次看到的森叶，他就这样走了，每次在得到老师的帮助后，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，产生变革。所以可以确定，森叶就像9条老师一样，正在经历人生的第2次征程。我以前一直觉得森叶就是凶手，但是在5月的第1轮比赛中，基9森叶过世了，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凶手，基本上没了。当然9条的老公好像也能复活，毕竟老公曾抱怨生活一直在重复循环。得知老婆能重生的时候，表情翻转了，反而感觉挺平静的，在文化祭上突然冒出来了，然后就突然不见了，也可能是编剧故弄神秘。以上都是我猜的，如果有剧透是偶然的，不知道下集要怎么办，有点期待呢。女孩跳桥了，我突然从床上醒来，发现时间竟然回到了半年前。她发现学校又有问题了，老师吓得脸变色，和她回忆中截然不同。她让我感到困惑，特地去找老师，看到老师之后感到无言，然后老师自己找到她。当她提及自己注定要面临死亡的命运时，她确信老师和她一样也是重新来过的。既然她得到了第2次机会，那她就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改变人生的走向。但是现实残酷地打破了她的幻想，个人永远打不过团队。幸好9条老师及时挺身相助了她，然后她就黏在老师身边了，帮助了一个又一个同学解决问题，一直持续到10月份的时候，老师把重生的事告诉了她，问她是不是已经做过一次了。她很抱歉，之前一直没告诉老师。其实想把这次当成自己主动解决霸凌的尝试，对生活失去希望，所以才变成这样。选择自杀导致了重新活过来。老师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吗？9条说他们实际上没什么区别，既然重生了就要救自己。他毕业那天被人推下楼了，所以他现在想救所有人，包括那几个最难救的同学。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，不会再来第3次了，所以他和老师都得抓紧这难得的机会，实现那些之前没做到的遗憾。9条回到家，闺蜜和丈夫一同给她过生日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明年还能和大家共度生日。只有老公明白她的意思，告诉她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自从风谷参加了文化祭，跟森叶亲密后，再也没来上课了。森叶去找他，风谷总是躲躲藏藏的。9条接到学务主任的通知，风谷要请假休学了。他担心的去了风谷家，正好碰到了风谷出来购物。他想知道为什么风谷突然不上学了。风谷觉得他对森叶有点喜欢，每次看到森叶就觉得满满的温暖。他对这种喜欢毫无察觉，男女之间的感情有什么区别？在文化祭那天，他不小心说漏嘴了，他不知道别人会想什么。想起过去的自己，森叶干过不少坏事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森叶，每天都过得很焦虑，所以我就休学了。9条认为他表达自己的情感很勇敢，放下过去，往前看。为了风谷能回学校，他决定让风谷和森叶碰个面。女孩被欺凌者追着道歉，欺凌者低下曾经傲慢的脑袋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女孩不仅不接受道歉，还回嘴。刚在教室里，终于有同学受不了了，这帮校霸太嚣张了，当众批评他们，每个人都缴纳了文化祭费用。他们这些人就是不肯交钱，还真是不要脸。在文化节上嗨得不要不要的，大家都觉得校园暴发户要出手打人时，他却走到与这件事无关的森叶面前。我想和森叶单独谈谈。酒精劝说森叶不要去，这家伙简直是个坏蛋。出门后，他低下头向森叶道歉，希望我们能恢复到从前的朋友关系，请原谅他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我们不要耿耿于怀。但森叶说他永远也忘不了他曾经干过的那些事情，而且他的道歉完全没有真心。校霸问为啥他还跟我一起出来呢？森叶表示他现在已经有了勇气直视他的眼睛。然后9条带来了山谷。风谷觉得他那晚说的话给森叶惹了麻烦，其实风谷也提过这事给森叶听，喜欢他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森叶并不觉得意外，反倒觉得被人喜欢是挺开心的。他也喜欢风谷啊，否则他也不会自己去找风谷，或者他也不会主动去找风谷，表示想和他交朋友。那晚沙滩上，他本想说的话还没出口，没想到风谷居然提前透露了出来。两人沟通后，彼此明白对方的想法，之前所有不开心和误会都没了。出来后，森叶向老师道谢，如果不是老师给了这个机会，他无法向风谷透露他的内心所想，这也是他以前的愿望，老师帮他实现了。为了感谢老师，森叶给老师准备了个礼物，然后森叶走进教室，打开他的储物柜，
突然发现居然有一张纸片，他告诉他放学后要去新校舍的天桥走廊。九条拆开礼物袋，发现画里有一张自己和森叶的肖像照。你画的太棒了！还有一张存储卡，视频是森叶预先录制的，上个月的10月4号就是森叶结束生命的那一天。森叶原来的真正死亡时间是在10月而不是5月。森叶似乎觉得今天会有些不同，就是他离世的那天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提前录了下来想对老师说的话。这学期老师给了他助力，希望老师能够为自己重新塑造未来，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命运，活得更好。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命运的九条，明明就是在给他写告别信，赶快起床找森林里的叶子吧。学校刚刚下课了，教室里空无一人，但是森叶的背包还没有离开学校的位置上。九条在学校里来回走动，四处寻找森叶的踪迹。现在森叶已经来到学校天桥，那里已经有个人在等他。看到这个人，森叶终于恍然大悟，他非常渴望继续生活下去，继续享用妈妈亲手做的饭菜。和朋友一起旅行是很美好的体验，跟着老师学习活着，但他现在处于危险境地，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与对方发生激烈的打斗，势必抢夺对方的东西。在反复的肢体接触中，森叶不小心掉下来了。今天事情发生之前，森叶就有点预感了。在视频里，他留下了遗言，希望老师能帮他搞定他心里想做的事情，可惜没做成。真正改变这个充满伤害的世界，等九条到了，已经晚了。树叶安静地躺在地上，九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。他轻轻地握住森叶的手，一直喊着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，他一定行的。他恳求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可惜没收到回应。森叶的去世看起来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结果了。